务检察长，交给你们了。谢谢。走吧。段主任，你想好了吗？不再委托律师了。你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段妍映。我看了你的笔试成绩，几门功课都不错，还有奥数的奖状。看你的报名表上爸爸妈妈的职业，爸爸是一名检察官。是。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职业的呢？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检察官。电视上总会播那些法官和法庭的戏，在那里边，检察官都是和他们作对的坏人。小时候，我每次看到这类剧情，我就问爸爸妈妈：为什么他们那么辛苦，却总被写成坏人呢？难道他们不生气吗？前不久，我爸爸被检举了麻烦的案子。一开始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有罪，明明大部分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没有人会去想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也没有人会去在乎爸爸在这之前遭受了什么，更没有人会去为爸爸辩护。因为从结局看来，爸爸就是错的。大家都在乎结局，只有我爸爸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才在乎造成结局的原因。放宽对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，也算是顺应时代吗？如果社会的普法程度不高，就需要用更严苛的方式来约束更多人的行为。但是今天呢，就算是学校里面的小学生，在课间追跑打闹的时候，都会蹦出几句法律词。发展太快了，我们的法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在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完善。那我们的判定标准，是不是也需要与时俱进呢？那你爸爸现在呢？我相信他会没事的。
手啊，对齐了啊。行，差不多了。喂，妈，不是说今天开会吗？什么验证码呀？行，你再发一次，我给你发过来啊。工作时间发什么验证码呀？手机我在看。不是，我妈新换了一手机，她不会弄，我就把她手机上所有的软件都绑的是我的手机号码。没想到你的心还挺细，那你快点弄吧。小周，哎，来一下，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，快点啊！几位领导，里面请。好，非常感谢百忙之中来我们这参加听证会，里面请。小徐啊，你带几位领导到里面休息一下。好，几位领导这边请。好。今天，五盐市检察院在这里召开428案的听证会，通过视证听证的方式，听取各方意见，为本院依法公正办理刑事案件提供参考。为此啊，我们邀请社区代表、案发现场的渔场代表、公安系统代表、律师代表，还有法学专家，作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员。这位是主办检察官方凌渊。今天呢，由我担任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，我是市常务副检察长徐景怀。听证会现在开始。段洪山，你一直声称周德龙在对你实施绑架之后，进行了全程的网络直播，包括其对你囚禁和虐待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你说你记得周德龙的手机型号，再确认一下，是这台吗？是。经过技术检测，这个手机中并没有检测到任何和直播相关的内容，这完全是一部新的手机。所以，段洪山的关键证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撑。但是各位，关于这部手机，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疑点，就是它被发现的位置。主持人，我向您申请离座，向听证员展示说明。好，同意离座展示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根据案发现场还原的渔场模型。当时周德龙与段洪山搏斗的区域在这儿，而周德龙遇害的地方在这儿。手机掉落的位置在这儿。从这个距离看，手机到案发现场应该有5、6米吧？准确的来说是8米。段洪山，手机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我当时没有注意，栈道很窄，周德龙的动作又很大，应该是在追逐、攻击我的时候，手机掉到海里面去。我们家渔场我清楚，就算是手机掉下去，也不可能飘那么远。你的渔场是开放水域，手机隔了那么久才找到，随着水流的移动，也很正常。不正常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渔场的资料。案发现场是养殖区，为了防止鱼群跑掉，渔场周围都围了一圈渔网。这个是和渔场相同规格的渔网，而这儿是周德龙的手机，这是和周德龙手机型号相同的模型。大家认为手机能够穿过渔网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个老渔场，会不会因为年久失修有个窟窿什么的？
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去渔场做了调查，调查发现，在案发前1周，渔场因为年久失修，所以更换了新的渔网，并且没有损伤。这个渔场老板可以证明。没错，前段时间刚换的。这个渔场啊，就在我们断科镇啊，大致一段。根据证人梅征的说法，手机发现的位置在渔网外，但实际上，这个手机根本没有可能穿过这么小小的渔网。如果是，那肯定是有人塞过去的。如果是有人塞过去，那手机上一定会造成损伤，又或者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这样。用这样的方式丢出手机。我们测量过，渔网的高度是3.5米，需要很用力才能将手机丢出去。如果这么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销毁手机，隐藏里面的真实内容。有证据指向将手机丢出渔场的是什么人吗？我认为，这台手机是能够证明段洪山正当防卫最直接、最有效的物证，所以扔手机的人不会是段洪山。他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杆缠得这么疲倦，什么也不能收留。他好像只有1000条的铁栏杆，1000条的铁栏后面便没有宇宙。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豹？困在牢笼里的豹。我怎么觉得它像是一只想要挣脱牢笼的豹，而且它已经成功了。关于周德龙的这部手机，各位代表有什么疑问可以发言。正当防卫是明确行为，在法律上需要客观证据认定的。疑罪从无和正当防卫都可以作为段洪山当下脱罪的办法，但疑罪从无是阶段性的，侦查机关必须对本案继续追查，而正当防卫是结论性的，明确认定段洪山行为的合法性。身为一名检察官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他不会不知道。如果这部手机中真有利于证明他正当防卫的视频，应该不是他扔到海里的。如果丢掉手机是为了对你不利，那会不会是周德龙自己丢掉的？我没有看到周德龙有这样的动作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实际上周德龙根本就没有直播，他只是用这种说法来迷惑你。再或者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。我更没有必要伪造这样一段假视频，这是画蛇添足。没错，当了20多年的检察官，每年审理那么多刑事案件，应该最清楚如何自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相信段洪山没有撒谎。正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切，再拿这些反过来迷惑我们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还想聊一聊我的另一个发现。14年前，因为周德龙和周玲的母亲分居，原本应该对父母双方进行司法说理的流程出现了纰漏。等段洪山再去找周德龙的时候，他发现周德龙已经将恨意发泄到了梅珍身上。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找一个人。段洪山在五原市到处找周德龙，他都没有找到。直到李沐风案已经过去了几年，他也快要放弃的时候，
有一天，他来到了一所高校附近。好像没有哎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，谢谢。好。段鸿山认为，这很可能是周德龙做的，他也许还会再来这儿。魏征，嫌疑人段鸿山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时常会再访受害者和加害者，你再与梅征接触，一方面是为了不再让他受到周德龙的骚扰，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到周德龙，是这样吗？是。周林的父亲是有来照顾你们。之前来过。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。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他不会再来了。我马上要离开学校了。他在教学楼还有宿舍楼下贴过很多次那样的告示，同学们看我的眼光都很奇怪，我待不下去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，你随时打电话。从已有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周德龙确实绑架了段鸿山。疑点就在于绑架之后发生了什么。只有段鸿山一个人的口供。是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蓄意谋杀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站段鸿山那头。各位，据我们调查，周德龙就住在段鸿山家小区里，而且是同一单元、同一楼层，一墙之隔。段鸿山住这儿啊？啊，那儿。我们还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监听的设备和凶器，包括和段鸿山相关的大量资料以及照片。我们向房东确认过，周德龙是去年开始租住，这足以说明周德龙是蓄谋已久。哎，段鸿山，有一点我很好奇啊，你见没见过周德龙？你们两家墙连着墙，你不可能没见过他。我也许见过。4月27号那天晚上，就是我被绑架的当晚，我在阳台上曾经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。当时他站在雨中站了很久，我当时没有在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人的身高、体型和周德龙相仿，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周德龙。这很显然，段鸿山不管是出于对自己或者家人生命的保护，还是对仕途的保护，段鸿山对周德龙起杀意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是啊，段鸿山和周德龙这两个人结怨这么深，这明显就是故意杀人呐，然后再利用他的法律知识脱罪。我没有这几位专业啊，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你从出了门到消失这一段路程，
所有的监控都没有周德龙的身影啊。我是江庭案的主办检察官，梅正打电话给我，说想约我见面。一定要今天？或许是他想告诉我一些和江庭案有关的消息。周德龙既然一直都在监视梅正，那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次见面，所以提前做了埋伏。这么看来，确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控里没有周德龙。如果不是蓄意绑架的话，不必去故意掩盖行踪啊。根据新的补充侦查，整个幸福里小区有1000多户，只有少数10几户人见过周德龙，见的时间也非常奇怪，要么是在清晨，要么是在深夜。你是说，段洪山也许根本没有见过周德龙？我只是提供调查事实。关于段洪山平时是如何处理案件的，各位都有耳闻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沐风申诉会的直播。从这些年他对李沐风的态度，不难看出，段洪山周到细致。面对争议比较大的案子，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因为现场的惨状，或者是受害者的遭遇而失去判断力。但是他不是，段洪山总是客观冷静地处理好每一个案件。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把每一个当事人都放在心里的人，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。做过好事的人，就永远不会做坏事了吗？我依然认为，段洪山故意杀人嫌疑很重。作为一个从检多年的检察官，如果真的是正当防卫，那不可能处理不好。段主任在几件刑事案件中，就因为漂亮的处理方式而受到了表彰。为什么到了自己的案子，他第一不能证明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，第二不能从周德龙手中逃脱？作为一个资深的检察部主任，这是不是太反常了？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您认为，作为一名检察官，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都应该时刻保持冷静、客观、理智，甚至都不能够拥有一个人该有的情绪，是吗？案发当天，你到底是理智还是焦躁？我们可以从你的行进路线上看一看。这辆车是段洪山当夜开的车，对吧？是。刺伤周德龙之后，你开着这辆车离开了现场，然后去了最近的派出所，是吗？是。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能想到的是第一时间去公安报案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当场的证据。当时我能开的只有这辆车，是周德龙绑架我来的车。从段洪山被劫走的路口到渔场，路程为25公里，而从渔场到最近的派出所，路程为7公里，共计32公里。段洪山报案时说，车里的里程数显示的是35公里，这多出来的3公里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当时天上下起了雨，视线不好，路况也不好。根据当天的天气预报，12小时内降水量为27毫米。我经常往渔场跑，就这点水量，还算不上暴雨，不可能看不清楚。我刚刚死里逃生，我对那个附近又不熟悉，就算绕了路，就算走错了路，也都属于正常情况。所以说，你当时很紧张。是。那你还能注意到里程数？注意现场细节，是我的职业习惯。段洪山，你这一会儿紧张的，一会儿冷静的，我是真不知道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你这个人有点太不老实了。按照段洪山的描述，周德龙扑向自己时已经挣脱了绳子。这里我有一个疑问：既然你已经挣脱了绳子，你没想过逃跑吗？遇到危险马上逃跑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如果有机会逃跑而不逃跑，反而提刀反杀，这可不是正当防卫啊！我曾经尝试着逃跑，但正如方副检察长所说，渔场的周围全都是铁网，我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跑不了。所以周德龙挥刀追上了你，
然后你就夺过刀刺中了他。不，我确实夺过了周德龙的刀，但我并没有立刻刺向他，而是我想用刀把他逼退。但是周德龙不顾性命，继续的追赶我，攻击我。我的头上有伤，还在流血，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。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，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。段洪山，会不会是因为周德龙举报了你，威胁到了你的前途和家人，你就杀了他？我是自卫。周德龙手持铁钩向我的脑袋砸来，我只能反击。明白。真是滴水不漏啊！你刚才的表述很反常。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就说你很紧张；对你有利的时候，你的陈述条理清晰，思维敏捷。我现在更加怀疑你为求自保，杀了周德龙，最后伪造了正当防卫的假象。你的推论没有证据。我的推论没有证据，但你的叙述也没有证据。刚才教授已经说了，既然没有证据，就无法证明你是正当防卫。即使你想用疑罪从无来脱罪，我们侦查机关也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们会继续侦查到底。你觉得段洪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至少，他已经唤起了正当防卫这个法条，几率会大一些吧。可你不觉得他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法条里了吗？有多少人能完整清晰地背出这些法条？就算是全部背出，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也都不一样。什么时候能反击，什么时候不能反击，这些还是太模糊了。要是能像信号灯一样就好了，红灯就停下来，绿灯就继续往前走。要是法也能这么明确，那我们就不用害怕出问题了。是啊。我认为，在任何契机下，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，而这种犯罪行为，并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善还是恶。段洪山，我们两个没有私怨，甚至我们同是司法系统的一员。按说我应该倾向于你，但有句话，你应该知道：舍得一身剐，才敢干正法。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呐，最黑暗的部分是很有典型性的案子。只是我想不通的是，既然不是蓄意谋杀，为什么仅仅一刀就能刺进周德龙的胸口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5年前的一个案子，2名当事人，老刁、老郭。老刁当时抢了老郭的媳妇儿，给老郭戴了绿帽子，并且长期殴打老郭。突然有一天啊，这个老刁喝醉了酒，他又跑到了老郭的家里边去，对其进行侮辱、殴打。老郭跑也跑不掉，打又打不过，随手就抄起了一把剪刀，一刀捅死了老刁。老郭并没有主动杀人的目的，但是在极度恐慌、一心想要逃命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要要求他准确地判断出，在那一刻，
老刁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？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自卫的尺度，这太强人所难了，不具备现实可能性。不是段洪山，你说这些跟你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？他说的是最高检收编的典型案例里对郭某某正当防卫案的平息。可是刀毕竟在你的手里，对方并没有停止侵害行为，而且也没有脱离现场，不能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停止。你这是狡辩。这是简历第47号，检察院对于海明正当防卫案的平息。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况，在以往的案例中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对应，也都有定性正当防卫的解释。为什么到了我这里，这些定性就全都不适用了呢？伤痛，虽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紧紧守候。